手术善其事。所谓的近视呢，其实就是我们眼睛的生长不协调所造成的。那大部分呢都是由眼球的眼轴过长，眼球的前后径过长，那造成我们光线进来眼睛的时候呢，它的成像会在视网膜的前方，我们视网膜上面的影像就会模糊，就会看不清楚。你为了要让那个成像可以落在视网膜上，我们会把东西推近一点才看得到，只有这个动作，所以才称为近视。主要是在我们眼角膜的部位做雷射。那我们眼角膜主要分为5层，最外面的那一层是角膜的上皮层，那再下来有一个薄薄的前弹力层，那在中间的部分呢有角膜的基质层，它大概是角膜厚度最厚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主要雷射切割的地方都会是在基质层的地方做切割。那在后方呢，还有后弹力层和角膜内皮细胞层，这个部分在雷射切割的时候就不会去动到它。雷射近视的原理就是我们想要用雷射去改变我们角膜的屈光度。那一般近视的原理的话，我们是希望物体的成像可以落在后方一点网膜上的位置，所以像我们戴近视眼镜一样会戴凹透镜，所以我们去做角膜的切割的时候，也希望角膜可以变得比较平一点，所以它影像就可以落在后方的视网膜上。第一个，先看你的角膜的厚度，你的度数如果越深的话，你所需要切割掉角膜的厚度就会越多。那所以如果你本身角膜厚度比较厚的话，你就越有本钱可以去矫正更多的度数。那当然，如果你是度数很少的话，那就比较不会受到限制。也要看你的角膜是不是有一些不规则的散光或是高阶的相差。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必须要用一些比较进阶的，像是前导波的检查仪，然后去做更精准的雷射治疗。另外的话，就是有些人瞳孔比较大，尤其是夜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眩光的情形。这样子的病人的话，可能就要选择雷射治疗范围比较大的方式去做雷射手术，可以避免它产生夜间眩光的问题。一般的话，譬如说病人有一些结缔组织的疾病，像是风湿免疫的疾病啊、红斑性狼疮之类，这些都不太适合去做，因为我们的角膜其实就是一种胶原蛋白组织构成的结构，所以当你的结缔组织有问题的时候，就不建议你去做角膜的雷射手术，以避免我们的角膜会产生病变。那接下来就是像是糖尿病控制很差的，它的上皮愈合会很慢，这个也不适合。那病人如果有一些圆锥角膜的可能性，也不能去做手术，怕切割完以后它的角膜就会往外凸出来，造成它结构的不稳定。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是甲状腺眼疾啊，或是他的眼睛正有一些急性的发炎，譬如说葡萄膜炎啊、眼周有感染的状况，这些都不能去做手术。那如果病人有青光眼啊，或是一些视网膜疾病，可能也要经过妥善的治疗以后再来评估。老花的话，我们可以让他矫正近视的同时，也许选择单只眼非主力的那一只眼留一点点度数，可以增加他看东西的景深，反而会对他的老花的症状有所帮助。近视雷射呢，我们大概可以分为有角膜瓣的雷射跟没有角膜瓣的雷射。那有角膜瓣的雷射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LASIK， 那它的做法主要是在我们的角膜的上皮跟前弹力层那边做雷射的切割，或是有些人是手动的切割，把角膜掀起来以后，在角膜的基质层去打雷射，然后最后再把角膜盖回去，这样子。它的好处的话是它的
恢复时间蛮短，视力可能隔天就可以上班这样子。那它的缺点的话，就是因为它有皮瓣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本身是生活上比较有风险，或是有进行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像是冲浪啊，或者是拳击之类的，比较容易受伤的人，有时候会担心这个角膜瓣会移位。如果是没有角膜瓣的雷射手术的话，就是有包括 PRK 系列跟角膜透镜萃取手术这样子。那这个角膜透镜萃取手术呢，那它的方法是利用穿透性的雷射，在我们的角膜基质中间呢，直接打出一个很像透镜的形状，有点像一片隐形眼镜的形状。那它没有做皮瓣嘛，所以它就旁边会有雷射做一个很小的微创切口进去，去把那个透镜抽出来。它对于角膜的那些前弹力层啊，跟上皮都保护得比较好。那它的好处就是它的疼痛感又更低了。它的缺点的话就是，假设病人如果度数太低，譬如说那个透镜就太小了，取出来会比较困难一点点，所以它的适应症是说建议要100度以上近视的人才适合做。那另外如果度数太高的话，因为这个透镜萃取手术呢，它是在角膜基质比较深层的地方做，有时候度数太高的话，它也没有办法做完整的矫正这样子。然后另外的话，它目前的那个台湾有的机型的话，如果它有一些高阶相差，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做矫正这样子。那我们讲到 PRK， 那它主要的手术的方法就是直接从角膜上皮开始就打雷射，打到基质层。然后就整个把它削平以后，去矫正它的近视的度数这样子。那但是 PRK 的因为它从上皮就帮它去做雷射了，所以它术后的话，它的上皮层我们要等它自己长好这样子。所以病人一般在术后的前1-2天会比较有一些刺激感、刺痛、流泪的状况，这是它比较大的缺点啦。那但是过了1-2天以后，其实病人的舒适感就会上升。然后它的好处就是它因为是从角膜的上皮到基质层开始做，所以它其实相对于其他2种手术，它的角膜的厚度是可以保留的比较多的。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你厚度可以保留越多，你相对可以矫正的近视度数就会越高，可能可以超过1000度。那也要注意一个风险，就是有时候有些人他在上皮长的过程中，可能必须要点一些消炎的药水，避免有一些白雾状产生，会影响他的视力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所有的技术都有它的优缺点，所以我觉得应该要看病人本身他眼睛的状况，还有他在乎的点，然后去做选择，然后主要还是要经过专业医师的评估。那比如说病人如果他很介意，他很怕痛，他不希望术后前1-2天会有那种刺痛不舒服的感觉，那他可能就比较不要考虑做 PRK 系列的手术。对，那如果病人他的度数很低，也许100度以下，也许就不太适合做透镜的萃取手术，因为那个会有点困难这样子。那如果病人是他有极限运动的需求，或是眼睛容易受伤的，那他就不适合做 LASIK， 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去选出说我大概适合什么，然后再去给医生做评估这样子。其实看他本身的眼睛的度数，其实也会影响。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的度数越深的话，你的度数回退的风险可能就会比较高，因为我们要帮你把你的角膜拿掉的越多，你的角膜就有可能在恢复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度数的回弹这样子。一般我们在做雷射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要打得精准这样子。那像SmartTrans PRK， 它也有做那种虹膜的注册的仪器，也就是说你眼睛乱动的时候，它的雷射会自动暂停，会打在对的地方。所以医生的摆位跟技术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譬如说 Smile 或是 LASIK， 他们可能都是要用
一个负压环去固定他的眼球，所以在手术的过程中，病人不要乱动，让他可以定位在正确的位置，才会有好的结果。这样子。饮食上的话，一般就是会建议避免一些辛辣的食物。那照顾上的话，因为主要就是我们近视雷射术后啊，如果像是做 TransPRK 的话，会有一点刺痛，然后不舒服这样子，会建议病人可以吃一些止痛药，然后尽量冰敷，降低他的发炎反应。那因为做完近视雷射以后，不免都会有一些短期的干眼的状况，所以一般除了抗发炎的药物以外，我们还是会请病人要持续的点人工泪液去滋润我们的眼睛，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可以恢复得更快，这样子。近视越深的人就比较容易会有回退的风险，对，所以如果我们经过评估确定还有需要的话，就可以看病人的状况是不是有需要去做手术来做矫正这样子。那当然有些状况，譬如说病人的角膜厚度不够，没办法再接受2次手术了，那可能就是可以用戴隐形眼镜或是眼镜的方法做辅助这样子。一般我们近视雷射都是说18岁以上才可以做，主要就是因为年纪太轻的时候，有时候你近视还没有稳定，如果你用眼习惯不好，有可能度数就会再加深这样子。对，所以一般如果你的是18岁以上，度数稳定的话，基本上就不太会容易再加深这样。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你虽然做了近视雷射，你主要是在角膜的部分改变你的屈光，可是你的眼睛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近视的眼睛，所以你也可能会有的风险，譬如说尤其是近视比较深的人，会有一些青光眼啊、视网膜的病变的疾病，你都还是会在雷射手术后还是有这样的风险。所以如果当你度数有改变的时候，可能还要找眼科医师做详尽的检查。做完手术以后，因为我们用电脑验光，主要是量的是角膜内中心3个 mm 大小的圆周的度数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雷射的范围都更大，所以有时候当你做完，你表皮还没长好，或是眼睛比较干，那个验光的数值会跳来跳去，不一定是很准确的。所以我们主要还是会做角膜地形图的检查，还要看你就是裸视是不是有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那大部分如果你的眼睛没有其他的疾病，要矫正到1.0当然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先天上就是有一些眼睛的疾病，而没有办法让你的视力可以矫正到1.0，那我们术后当然不会预期说你做了雷射就可以改变那些问题这样子。圆锥角膜的话，大部分都是体质的关系，所以现在其实机器很进步，我们一般都会在术前先筛检这个病人有没有圆锥角膜，如果有，他当然就是绝对不适合做近视雷射手术。那另外的话呢，会造成我们手术完以后角膜这样往外凸，所谓的圆锥角膜，主要是因为你的角膜残留的厚度太薄，造成我们的角膜结构不稳定，有可能就会往外凸。所以现在一般都有建议说，我们剩余做完雷射以后，剩余的角膜基质厚度至少要超过250到300个微米以上，就是安全的。所以现在发生这种术后的圆锥角膜的状况，其实还蛮少的。